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台湾那边可热闹了。先来说说岛内的第一艘潜艇海鲲号，终于是吭哧吭哧的从这个高雄港开出去溜达了。哎呦喂，他们自己媒体那个吹啊，说这是啥历史性的一刻，啥新的里程碑，听着就觉得有点用力过猛。昨天讲了一集，仿佛海鲲号听到我们在讲话，他今天。出港了，出港了！导播这画面边看我们边讲，这个海鲲号将有海巡船，你看旁边海巡的船护卫着开出他高雄港。我看到这个画面头皮发麻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做一艘潜艇，好感动真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因为为什么？从来没有做过，对，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这样的测试经验，对，更没有这样子的人员跟技术室，对。而这一次我们做到了，而且他们出港之后，还在海那边还去做各式回转测试项目、前进的测试项目，真的，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海鲲号只要好，它会标配 MK48重型鱼雷。我们之前都口述说，哇，这个鱼雷多厉害，多厉害！鱼将军就是美军演习，用一发 MK48打到这条船的中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艘军舰被打到飘起来，整个拦腰折断。他从底下打他的龙骨，把他整个军舰打到向上面对折，然后再沉下去。他说2枚就可以集成山东号或辽宁号，因为它是重装，由下往上打，是打它的龙骨。对，只要击中了，必成无疑。天哪！你中国有再大的船，你有再大的航母，你敢越过台湾海峡吗？其实这个台湾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潜艇，毕竟是四面环海嘛。那有了潜艇，就能躲在这个水底下搞点小动作，扩大一下自己的防御圈。但是呢，他们之前一直没啥技术积累这就像是盖房子你没地基一样想造潜艇难呀。你想潜艇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拼拼凑凑就能完成的，耐压的壳子要结实，还得静音，推进系统呢要给力，声呐呢要灵敏，武器系统呢要能打得准。哪儿一样都得是花大价钱，烧大把的钱这台湾的预算呢，它又有限，得先买美国爸爸的武器，赶紧提升战斗力留给制造潜艇的钱就更少了。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这一边是偷偷摸摸的从这个全世界搜罗技术，一边自己攒。终于在这个2016年开始造这艘海鲲号了。2019年开工，2023年搞了个下水仪式，蔡英文还亲自去剪彩。但是你别看它下水了，其实就是搁在岸边像个大玩具一样。直到今年的2月底才真正的下到水里，让大伙看看它在这个水上的样子。这艘海鲲号说白了就是个混血儿，这是借鉴了荷兰和日本的一些技术，长是70米，宽是8米，不算大，属于中小型潜艇。而且很多关键的设备都是从国外买的，那自己造的是没多少。你想鱼雷发射管、声呐、潜望镜、柴油机都是别人家的，这战斗力能有多强更搞笑的是这艘潜艇从亮相到能下水就拖了半年多。这后面的海事也是一拖再拖，问题是一大堆听说这个潜艇的管线布置不合理，动不动就漏水，这作战系统也经常出故障。台湾那边自己也承认说要调教。所以这艘这个海鲲号到底能不能行，现在还真不好说。有人觉得它能提升台湾的自主防务能力，也有人觉得它就是个样子货，根本就没啥用反正这艘潜艇是花了不少钱，岛内也有很多人骂它劳民伤财民进党是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它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选举和宣传。所以总而言之，这个海鲲号能不能按时交付能不能真正的形成战斗力，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岛内各方是争论不休，真真假假的这个消息是满天飞，也让大家更加关注这个台湾的各种动态而最近另外一件事在台湾也是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甚至可以说是比这个海鲲号还要热闹，那就是网红馆长陈之汉的大陆之行。他跑到这个大陆溜达了一圈，就跟往这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个大炮仗似的，那是炸的一个热闹你想他以前可是挺绿的现在突然跑去这个大陆，回来还说这个大陆的好话，这不得被那个绿营那帮人骂死呀，简直就是准备迎接狂风暴雨不过人家可不怕直接撂下2句话，那叫一个硬气。第一句话人家说了啥？他说
两岸都是同胞，大陆最美的风景是人。哎喂，你听听这话说的多实在啊！他还说这个大陆那边人都跟他讲啊，你是我们的同胞。他以前还骂过大陆，现在啊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哎，你想想啊，这馆长以前被这个民进党那些宣传给忽悠瘸了，那现在亲眼看到了大陆，终于醒悟了呀，这个不容易啊！尤其是在绿营这么大的压力下，他还能站出来说真话，真是不简单。第二句话更狠，直接对着赖清德和民进党开炮。馆长说啊，这一次去大陆啊，让他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陆。这大陆的建设、生活水平啊、人民的热情啊，都让他印象深刻。他说，原以为这个大陆啊水深火热啊，原来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谎言。你看这话说的啊，简直就是一记重拳啊，打在赖清德的脸上啊！赖清德他们天天忽悠台湾的老百姓啊，说这个大陆怎么不好，搞得这个台湾很多人对这个大陆都是有偏见的。现在这个馆长啊，这个以前偏绿的人啊，亲自出来说，民进党啊在骗人，这可比咱们说100句都管用啊！我以前像井底之蛙，都被民进党骗了，我真的是被民进党害到。我虽然就是听我爸爸的，以前都投民进党，然后我真的很讨厌大陆，我都是被那个媒体洗脑，我以为人家很落后，所以在8、9年前，我之前男朋友邀我去大陆，我跟他说我不要，我不喜欢。然后阿管这一次，我真的对大陆觉得哇，他们就是变得很进步。然后我发现他们的人真的好热情哦，就是除了他们的基础建设，然后他们就是变得很繁荣，就是很进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就是很热情，然后就是不是我以前想象中的那样，觉得我以前像井底之蛙，都被民进党骗了。真的，我明年就要去大陆玩。好欸，真的，阿管这一次真的超成功的。这个馆长还跟这个台湾老百姓喊话啊，说这个台湾人啊，真的要学聪明哦，不要被这个网络霸凌与这个谣言绑架，多接触，多观察大陆。这话说的啊，真是为台湾老百姓着想啊。馆长啊说了这些话啊，台湾的那个邱毅，大家知道吧，也是出来说话了。邱毅说，这个馆长这才是将功补过，大家不要对他太苛刻了。有些统派人士啊，也不要酸溜溜的。邱毅这话说的挺实在的，这个人家馆长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不错了，咱们应该鼓励他，支持他，哎，别老是挑刺儿。这一次啊，这个民进党的套路啊不好使了。以前国民党的官员啊，林祖嘉就公开说了啊，交流才能破除误解。还有资深媒体人高元流也说了，这个绿营几十年打造的信息铁幕啊正在崩塌。这个不是瞎说啊，这个馆长直播的时候，大概有40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呢。台北街头采访啊，年轻人都说大陆啊比台湾进步，甚至有人开始搜啊怎么去大陆工作了。这事的背后啊是这个大陆啊对台策略的升级。以前绿营啊靠封锁消息来吓唬台湾人，现在这个大陆啊主动敞开大门，让台湾同胞啊自己来看，自己来说，那这种眼见为实的效果啊，比啥宣传都管用啊。作为在大陆就学的台湾大学生，在这边正告台湾岛内的同胞，大陆很安全，发展很迅速，生活很方便。欢迎你们跟我一起到大陆来发展。当然了啊，这个大陆在展示软实力的同时啊，军演和航母编队也没闲着呀。解放军在台海的常态化演练啊，让那些台独分子嘴里的美军保台啊，越来越像童话故事了。最近啊，这个中东伊以冲突啊，也给这个美国提了个醒啊。这个伊朗的导弹能突破美军的防御圈，那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啊，也能瞬间打破美国的航母。美国啊也看明白了，这个台湾的最终结局啊，那就是回归祖国啊，而美国根本拦不住。这个伊朗连续72个小时发射了10几轮导弹，600多枚中程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场面啊，就像下这个金属暴雨一样啊！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反导系统，结果被证明啊有致命漏洞，每5枚导弹就有1枚能成功突破。这个结论啊，对西太平洋的威慑力啊，可比中东大多了。解放军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啊，速度比这个伊朗的流星系列能快多了呀！东风26射程覆盖关岛，精密度也比这个伊朗高得多。更关键的是啊，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这个防空火力密度远不如以色列本土。这美国的作战部长都承认啊，这个面对同时袭来的20枚反舰弹道导弹啊，
标准6拦截弹的库存啊，都撑不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啊，这个解放军啊，他只要保持伊朗级别这个突防率啊，那一次齐射就能把这个航母甲板变成废铁。美国自己啊也搞过这个兵推，结果是，如果美国强行插手台湾问题啊，至少要部署7个航母战斗群和1500架战机。这问题是，美国哪来这么多兵力啊？那就算是来了，也会被东风导弹给炸沉。那1500架战机啊，也得跟着陪葬啊。五角大楼啊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他们就突然宣布放弃研发E7预警机，改用这个海军的1、2D 凑数。这说明啥啊？说明这个美国啊已经战略透支了。1、2D 啊，虽然能探测隐身目标，但航程太短啊，没法支撑大规模的空战啊。这更搞笑的是啊，这个1、2D 啊，原本是配合这个航母舰载机的，跟空军作战体系啊根本就不兼容。到时候啊，中国的空警500监控整个东海啊，美军的预警机和战斗机啊却语言不通。哎，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所以啊，这个美国肯定不会为了这个台独的利益去牺牲自己。那在不久的将来啊，馆长的这个体验式破冰啊，会引发连锁反应。已经有这个台湾旅行社推出跟着馆长游大陆的路线了。这年轻人也开始讨论啊，为什么不去对岸发展啊？越来越多这个台湾人也会发现啊，这个民进党除了巨统口号以外啊，啥底牌都没有了。而美国除了这个收割利益啊，更没心思啊继续扶持台独了。这两岸的民心天平啊，肯定会加速向这个大陆啊倾斜。到时候啊，这个两岸统一啊，就是民心所向啊，谁也挡不住啊！相信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啊，很快就会到来了，咱们一起期待吧。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